Allen AI 在 Hugging Face 上发布了 Almo Earth V1.1 系列遥感模型集合，它是一组预训练和微调好的遥感模型。这次变化把模型、微调版本和 Model Card 集合发布了，也标注为更高效。集合里有14个条目，几天前刚更新。为什么现在要在意？真正值钱的不是单个跑分，而是验证链路的摩擦是否被明显降低。先说背景和对象。遥感模型的门槛不止模型本身，还有输入波段、分辨率、几何对齐、推理成本和许可证。以前这些信息常常散落在不同 repo 或论文里。Almo Earth 把模型和 Model Card 放在一起，验证更方便。这次更高效的主张通常来自3条可检验路径：一是模型尺寸或架构优化，减少算力和显存需求；二是微调数据和流程的改进，提高在遥感标签上的表现；三是工程化适配，针对多光谱、tile 策略和输入分辨率做调整。关键机制要讲清楚，推理放在哪一层，决定了很多事。如果把推理放在边缘设备，延迟和并发要求严格；如果放在云端批量推理，延迟允许，但并发和成本成问题。所以，同样的更高效在不同部署位置会产生不同的收益。这是本次更新实际改变的核心边界：部署位置与硬件门槛。一个内行人会先注意的信号是 Model Card 的细节，重点看参数量、推荐输入分辨率、支持波段、RGB、NIR、SAR、推理硬件建议和许可证。有这些数字，才能判断延迟预算和显存是否匹配你的环境。没写这些，就只能自己跑测，不能靠文档猜。常见的误区是把遥感模型当通用视觉模型来迁移，传感器不同，分辨率不同，投影不同，迁移可能直接失灵。比如 tile 大小、几何对齐和云覆盖都会打回原形，所以别只看精度或排行榜分数，给出一个具体的第一步，能立刻上手做 POC。打开 Hugging Face 上的 Almo Earth 集合页，挑一个输入格式最接近你数据的小型号模型，读 Model Card， 确认支持的波段和推荐分辨率，下载模型，跑1到2个 tile 的端到端推理，记录3项关键数字：推理延迟、显存占用、输出格式与精度。接着用你自己的验证集做一次定量对比，别只看可视化效果，要统计精度和错误类型。如果延迟或显存超标，说明部署位置或模型尺寸不匹配。这时的可选项是换模型、换硬件，或改成云端批量推理。证据线索里最值钱的并不是论文里的最高分，而是 Model Card 或实测里给出的延迟、显存和并发数字。这些数字直接决定成本和交付延迟，边界与风险要明确。模型合集方便试验，但别直接当成最终产品，需要额外验证地理参考、时序一致性和许可证可否商用，还要评估云端存储与数据传输的隐私与成本风险。我把评估流程压成5步，方便工程师立刻复用。第一步，开场问题，这次到底改了什么？答案是集合化、低摩擦。第二步，机制拆解，核心改变是推理层级和工程化输入适配。第三步，证据线索，先看延迟预算、硬件门槛和并发约束。第四步，边界误区，别把更快或更便宜当成全面更强。第五步，实操检查，跑小规模端到端测，计入延迟、显存、精度。一个实用判断标准，先列出你最在意的3项约束，通常是延迟、硬件、GPU 显存和成本，然后只用这3项做对比，省得被花哨的指标误导。把 Almo Earth V1.1 放到更大趋势看，开源遥感模型正朝着集合化、低摩擦的方向走，这能显著缩短验证周期，但
不等于可以直接推上生产。总结一句话 ，Almo Earth V1.1 给了一个低摩擦的起点。先核查 Model Car 的输入、输出约束、推理硬件建议和 license。先跑1、2个 tile， 量化延迟、显存和精度，再决定是否扩大规模。你现在可以去 Hugging Face 看看，并把第一张 tile 跑起来。我们的讨论留个问题给你：你手头的遥感数据是哪种传感器和波段？把具体信息写下，能帮你更快决定先是哪个 Almo Earth 模型。